欢迎大家观看 Bitcoin SV 智能合约开发系列教程，我是 Ascript 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兼 CTO 王一江。Ascript 是 Bitcoin SV 网络上专用的智能合约高级开发语言，它的目标是使开发者能够高效便捷地开发安全经济的比特币智能合约。除了这个专用的语言之外，我们团队还提供了多种与之相关的开发工具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基于 VS Code 和 Web 的专用开发 IDE， 为其他各种应用语言，例如 JavaScript、TypeScript 的开发者提供的集成 SDK， 以及帮助开发者快速入门的合约示例工程等等。本视频系列的教程的主要内容是围绕使用 Ascript 语言开发比特币智能合约的相关工具、服务以及示例合约的深入讲解介绍。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快速学习和使用 Ascript， 构建出更具有创新性、实用性以及低成本的区块链应用。好的，那下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Oppush TX 技术及有状态比特币智能合约介绍。那么在上一讲中，我们介绍了如何使用相关工具开发 Ascript 的智能合约。在这个最后的实践演示环节中，我们也一起实现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无状态智能合约。今天我们主要来介绍如何理解和开发一类更加复杂的合约类型，就是说有状态的 Ascript 智能合约。首先，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讲中讲到的两个基础的概念。第一就是这个无状态比特币智能合约。上一讲中我们说过，比特币智能合约无论是部署还是调用，都是通过产生特定的交易 transaction 来实现的。对于一个比特币智能合约来说，部署时它都会产生一个交易的 transaction， 之后在调用时，如果只产生了一个交易的 transaction， 合约的这个任务或者说目的就已经完成了。换句话说，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对于这一类的合约来说，我们就称之为是无状态的合约。这种合约通常适用于比较简单的一些场景就比如说各种可以通过单笔的一次性的这个交易就能够去完成的这个事物，就像我们上一次举过例的这样的一个问答型的问题呀，或者是与此相关的一类的任务，都可以用无状态的合约来实现。它特点就是说都是比较简单，那么通过一次性的一个调用交互就能够完成它的主要目的的这一类合约。那么和无状态合约相对的就是说有状态的比特币智能合约，它的特征就是说可以进行多次调用，每次调用都会产生一个新的交易 transaction， 从而可以形成一个这样的交易调用链。那么这一类有状态比特币智能合约的这个需求场景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在这个真实应用中看到的这些或者能够设计出的合约，几乎都是有状态的智能合约。这个大家非常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很多看到的这些无论是像什么 token 呀，像是这种 DeFi 呀，实际上它们都是有状态的智能合约的某些特例。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在比特币网络上去设计一个有状态的这个智能合约的模型那无非我们是要解决3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模型的存储是什么样，怎么样去做查询，怎么样去做更新。我们一一来介绍一下。在比特币网络上，我们设计有状态的这个智能合约的存储，实际上是利用了 OP_RETURN 这个操作码，将这个合约的状态数据存储在交易的锁定脚本中。如果大家对这个操作码
相对比较熟悉的话，就可以知道 operator 这个操作码实际上是在锁定脚本的最后，而它之后的所有的这个操作码都会被视为是数据，而不会真正被执行。那么它之前的一些场景里面，它经常被用于去在链上存储数据。那同样，我们为了设计有状态智能合约，也可以把这个 opcode 利用起来，去让它存储状态数据。那么状态查询是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可以将由该合约产生的当前的所有的 UTXO 中的这个状态数据视为合约的最新状态。那么合约的更新是怎么更新呢？状态更新呢是怎么更新呢？就比如说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图，可能会更加直观一点。这个图里面 TX0 是我们的部署合约所产生的这个交易，它分为两块吧。这个交易本身里面前面是 input， 后面是 output。那么我们在产生这个部署合约的这个 output 的时候呢，我们的做法是说，使用 operator 这个操作码并且将合约的这个初始状态 S0 这样的一个初始状态连在 operator 后面，整个作为这个 locking script。当然前面的这个点点点代表的是它前面的锁定脚本。整个将这一串作为 TX0 的 output 进行发送上链，然后产生了这个部署合约的交易 TX0。当我想要进行调用的时候，首先会产生第一次调用的时候会产生 TX1 这个 transaction。那这个 transaction 构造的时候呢，也比较简单，就是说我的 input 是需要去花费 TX0 中的这个 output 0这个 UTXO， 然后我会在 TX1 中产生一个新的 output。那这个 output 中前边的所有的这个锁定代码我都不用改，我只需要去更改这个 operator 后面的这个状态，由 S0 改为 S1。那这个时候呢，相当于我通过发了一个 TX1 这个 transaction， 进而更新了合约里面的这个原始状态，从 S0 更新到了 S1。那同样，如果我想从 S1 再次变更的话，那我可以再进行发送一个新的 transaction TX2。那 TX2 同样它的 input 花费的是 TX1 的之前的这个 UTXO output， 那么产生TX2 的新的 output， 它的状态会从 S1 变更成 S2。如此这般，我相当于可以通过每次新的调用产生新的 transaction 去更改这个合约的这个状态，就是在 operator 里面的这个状态。那这个图实际上也就是解释了刚才说的我的合约状态的存储、合约状态的查询以及合约状态的更新，它的这个模型，简单的这个模型是一个什么样的。那这里面其实这块可能跟以太或者是其他的账户模型的这个链上的智能合约区别是比较大的。他们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合约的状态，实际上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机去保存在有一个世界状态保存在这个虚拟机里边，保存在链上。但是实际上比特币的智能合约有状态智能合约的它的状态，就我们这里所说的，它实际上是保存在最新的这些 UTXO 的这个集合里边的。正如我们这个图上所标注的绿色的这个实际上指示的是这个合约所产生的所有的 UTXO 中最新的这个 UTXO。那前面的这个黄色的，因为已经产生了这个花费，所以我们这些 output 实际上就已经是已花费的这个交易输出，所以我们来在这里标记成黄色的。那回到刚才所说的，所有的由这个合约当前产生的这个 UTXO 的集合，就标志了整个这个合约的当前的最新状态。这一点是和账户模型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那么
当然它的好处我们后面也会慢慢讲到，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的。那么刚才通过我们这个讲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大家也基本上能够了解到我们是如何去在比特币这个网络上去设计一个有状态的智能合约。但是细心的同学可能会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状态更新的过程中，我们如何保证新的状态严格遵守合约约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次我在发新的这个交易的时候，实际上我都会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我们都会有一个解锁脚本。那么这个解锁脚本一旦符合了前面锁定脚本的这个要求，那么理论上我是可以去任意设置我当前交易的锁定脚本的，相当于在我们这个场景下，这个语境下，相当于是说我只要能够解锁之前的这个合约的一个 UTXO，并且能花费它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任意的修改这个我当前交易的状态，那么这样就会造成一些麻烦。我们希望的是它花费的时候必须要严格遵守一个状态变更的一个逻辑，或者是说我们指定的合约内部指定的这个状态机的变换的这个逻辑。所以我们的需求是，我们在这里的需求是说，首先我要能够解锁之前的这个合约的锁定的脚本，然后呢，同时我在构造这个新的花费交易时，我这个新的输出的这个输出里面的这个锁定脚本不能是任意的，它的状态也不能是我随便想写什么状态就写什么状态，它必须得遵循一个规范，遵循一个它自己的这个逻辑的这个规则。那么我们如何去做到这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个合约上留下的一个有状态智能合约上留下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但是它是有解决方案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所说的 Op-Push TX 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这个内容的重点。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我们可以明确的解决刚才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使得实现有状态的比特币智能合约这个事情真正的成为一个可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这项技术的内容。首先我们来大概说一下这项技术的一个背景起源。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说，虽然这个 Op-Push TX 看上去非常非常像一个比特币脚本里面的操作码，因为比特币脚本的操作码大多数都是以 Op 什么开头下划线这样的一个模式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Op Return 但是实际上呢，这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操作码，它是一个使用已有的这个操作码就可以实现的一种技术方法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一个类似的虚拟操作码。那这个技术最开始大概是在16年、17年这个技术的最开始的想法应该是源自于 N-Chain 的研究员这个应该是长银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设想，然后通过在这个不断的在 N-Chain 里面的一些发酵和讨论，然后最后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技术解决方案。那么这种技术其实它最开始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解决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如何使用脚本技术来够控制后续交易解锁条件的这个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是如何做到的。作为这个预备知识的话，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一个比较重要的脚本操作码，就是 Op-Check-Sig 这个操作码。这个操作码实际上是
比特币脚本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码，它是验证这个交易签名是否是合法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码。那么我大概来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机制吧。就是首先它是比特币脚本中用于验证 ECDSA 这样的一个签名方法的一个操作码。它的大概的一个计算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它会获取到站顶的2个输入元素，就站顶上会放一个，最上面会放一个公钥，然后呢公钥下边次站顶上会放这个由这个公钥对应的私钥所进行签名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然后呢Object-SIG 计算过程中会根据当前的这个交易计算出第3个的数值，就是交易原项我们也可以称为TX 的 Preimage 这样的一个原项，然后并且 double 哈希进行2次哈希，算出它的一个哈希值。那签名验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验证上述这个签名是否由这个站上这个公钥所对应的私钥，然后针对上述哈希值产生的这个签名是否正确。那这个话可能有点比较绕实际上就是我们来看，就是相当于是说我用公钥所对应的私钥，然后去使用 ECDSA， 然后签名的信息是由3这个交易原项产生的哈希值，然后我把这个最后产生的这个签名呢也会放在站上，最后由这个操作码在站上执行的时候，它会检查这个签名是否是对的。如果是 true， 它会在站顶上输出一个为真的值，否则的话就是一个 false 的一个假值。那这个是 Object-SIG 这个操作码的一个基本的原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上述过程中我们刚才说了，在计算交易的原项哈希值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过程。那我们再把这个计算过程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展开。这个交易的原项哈希值，我们可以计算这个交易原项哈希值，我们可以称为计算 SIG hash Preimage。那么在这个图里面，实际上我们是列出了这个所谓的交易原项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字段，它都包括哪些字段？我们现在来一一去过一下。首先这个文档大家可以从这个下面这个链接里面可以去看到这个比较详细的文档。我们在这儿来，对，我们在这儿可以看一下，点击一下，这是这个SIG hash Preimage 的原始的文档，大家这里面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些解释。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仔细的过一下。我们一项一项来过吧。一是这个当前交易的版本信息 transaction 的版本信息。那第2项这个 hash pre-outs 是指的是当前 TX 所有输入的 out point 的哈希值。那这个 out point 是什么？我们是第4项，我们等会儿会讲到。相当于是这个交易的所有输入的对应的 output 的UTXO 的这个 out point 哈希值。第3项是当前 TX 所有输入的 unsynchronous 的哈希值，它跟这个第2项其实是关系比较紧密的。第4项 out point， 它实际上就是32位的 byte 加一个4 byte 的一个值。这个值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花费的当前交易输入项所花费的 UTXO 的TX ID 加上它的 index， 相当于唯一索引值。那么第5项就是 script code of input， 就是第5项是指当前输入项所花费的 UTXO 中的这个锁定脚本。第6项是当前交易输入项所花费的 UTXO 中的锁定的比特币的数量。那么第7项是输入项的 unsynchronous。第8项是当前TX 所有输出的数值以及脚本串的一个哈希。这是 hash output， 它是一个当前交易所有输出的
数值以及把它们脚本串连接起来的这个哈希值。第9项是这个当前 transaction 的 unlock time 信息。第10项是签名所需要用到的一个 SIG hash 的类型。那么这个信息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简单来说可以把它分成4类。第一类就是指的是当前 transaction 的这个 meta 信息具体项为比如说第1项和第9项，那这2项都是属于当前 transaction 的一个原信息 meta 信息。第2类呢是指的是当前 transaction 的输入相关的信息具体包括第2项、3项、第4项、第5项、第6项、第7项从2到7基本上都是关于当前 transaction 输入相关的信息。那么第3类就是说当前 transaction 输出相关的信息。那么我们这里实际上第8项就是跟输出当前交易输出的比较相关的信息。第4类就是签名的控制信息。那么第10项实际上是一个签名的控制信息。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交易的 SIG hash per image， 就是交易原项的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字段是怎么样计算的。那么为什么这里会讲这么细呢？因为我们后面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它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op push TX 技术它究竟是如何实现的。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它的这个实现的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步骤实现方法。那么这个实现方法呢，首先就是第一步，我们会把这个当前这个交易的这个 pre-image， 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 pre-image 计算出的这个 pre-image 的数据放到站顶。然后呢，我们会把一个私钥放到站顶这个私钥呢，这里面专门写了一下，这个私钥会公开在脚本中它是仅是用于计算签名的，它不控制任何比特币这个相当于是这个私钥仅仅是为了 op push TX 的这个实现需要的一个私钥，它和你钱包的这个私钥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个私钥是相当于公开在脚本中的，并且仅仅是用于计算op push TX 里面需要的这个签名的这个一个私钥。那么第三步就是运行脚本中的这 ECDSA 算法签名算法，将第一步和第2步放进去的原项并且计算和私钥，然后计算出它的一个签名然后放到站上。然后第4步呢，就是说把刚才第2步中用到的这个私钥所对应的公钥放到一个站顶第5步就是运行一个 op check sig， 然后会得出一个 true 或者是 false 的一个值。那么我们刚才讲的这5个步骤，实际上它做完以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说，如果此时最后一步运行了 op check sig， 它的运行结果是 true 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我们在第一步中 push 进来的这个TX pre-image 是和当前 transaction 是吻合的，完全吻合的。那么否则的话，就是我们就可以认为第一步 push 进来的这个 TX pre-image 和当前的这个交易是不吻合的。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总结一下它的这个技术原理。实际上就是按照刚才说的第一步将 TX pre-image 入站，实际上是为了提供当前 transaction 的上下文信息。那么使用 opcode check sig， 就是 opcode op check sig 这个操作码，实际上是用于验证传入的 pre-image 是准确无误的。它怎么样去验证它是准确无误呢？因为根据我们前面所讲过的，实际上 op check sig 真正在去计算的时候，它读到的这个 pre-image 如果和我们传入的这个 pre-image 是一致的话，
那这样的时候，它验证出来的签名才可以是通过的。那么如果是不一致的话，就说明当前交易的 preimage 和我们传入的这个参数 preimage 肯定是不吻合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技巧，就是说我们通过将一个我们传入的参数 preimage 放到站上，并且通过这个 object-sig 这样的一个脚本去通过签名和验证的方式，实际上我们得到的如果说得到的这个通过的结果，那么这个 preimage 的信息实际上就是当前 transaction 的核心的信息。那么一旦大家理解了这样的一个原理，实际上这个技术它背后的道理也就是非常显而易见了，就是说无非就是说我们给它一个参数，如果这个参数通过了这个 object-sig 的校验，那我们就认为这个参数是当前 transaction 的上下文。那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preimage 里面所传入的这些参数来进行实现数据里面的逻辑。当然，这些脚本里面可以用到的 preimage 的这个数据，最主要的会有2个数据，一个是第5项，就是 script code of input， 它是相当于是说这个当前交易所要花费的前一个交易的锁定脚本。第2个是第8项 hash outputs， 实际上它是当前交易的自己的所有的输出的锁定脚本的一个哈希值。这个就是核心的 off-push transaction 的一个技术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解了这样的一个 off-push TX 的技术的这个原理以后呢，我们来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其实它最大的意义就是说，使得实现有状态的比特币智能合约成为可能，从而大大的拓展了这个合约可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范围，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技术去解决我们刚才说的对于后继脚本这个后继transaction 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控制问题的没有这个解决方案的话，那我们很难去实现我们最开始所讲述的设想的这样的一个有状态智能合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 off-push TX 技术呢，实际上就是帮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点，在不增加任何新的操作码的基础上，只仅仅通过现有的这些操作码，然后加上这样的一种这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思路，帮助我们去实现了这一点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那 off-push TX 呢，目前也应该是属于 N-chain 的在专利技术的保护范围之内。那么BSV 上的这个开发者的话，肯定是可以目前我们肯定是可以毫无顾忌的去使用这样的技术的。好，那下面我们来通过一个实际的演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开发一个有状态的 Ascript 的智能合约。那么这里其实我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需求吧。那这个需求呢，实际上是设计一个计数器合约这个合约内部会维护一个计数值，每次当这个合约被调用，这个方法被调用的时候，这个计数值会加1。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合约的一个需求，但是它其实上展示的是说这个合约能够有变更和维护自己状态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示例。虽然简单，但是它是一个有状态合约。那么这个合约实际上在我们的之前上一讲中介绍过的这个 Boilerplate 项目中，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合约示例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去详细的去讲解一下这个合约内部它的一个实现究竟它为什么是这样做以及去展示一下如何去利用我们的这 IDE 去进行测试，然后包括去部署这样的一个合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合约的代码。
这个合约代码，这个合约本身的名字叫 counter 点 ASCRIPT，在我们的这个 boilerplate 项目里面大家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合约这个合约的代码实际上也比较短大概总共也就这么几行。那么我们现在来逐一来看一下这个合约是怎么实现的那我们这个合约根据刚才的这个需求的介绍呢，我们实际上有一个 increment 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用来增加这个合约内部状态计数器值这样的一个合约方法。那么在这个合约的设计的时候呢，它会有2个解锁参数一个解锁参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transaction 的 tx_image， 这是作为一个解锁参数需要传入的。第2个参数呢 amount 是指的是当前这个 input它要花费的这个 input 里面所包含的这个金额。那么首先这个合约进来以后，我们会看到第5行有一个 transact tx require tx check_image， 然后这个校验这个 pre_image 参数这一行代码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所完成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 outpush tx 技术我们 ASCRIPT 用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封装来实现了 outpush tx 技术它刚才所讲述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过程。如果这个 require 通过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说这个传入的 tx_image 就是当前的pre_image， 那么我们在之后就可以去使用它其中的一些字段。如果说这个 require 不通过，那么返回 false 的话，那整个脚本的执行就会被结束。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 tx_image 不是我们当前 transaction 的这个原项。那么接着我们来往下看第7行，我们通过一个 util 的这样的一个 lib，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在第1行导入的已经封装好的一个 util 的这样的一个 lib， 通过调用这个 lib 的 script code 方法 util 点 script code 的方法，然后传入这个 pre_image， 我们得到的是一个 script code 的这样的一个bytes。这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可以从这个原项中提取到这个它所使用的前一个它这个 input 所使用的前一个 UTX-O 中的这个锁定脚本，这个 script code。那整个这个 script code 呢我们在第8行可以算出它的一个长度就是它这个 script code 的 length。那么这个 script code 它们是怎么组装的呢？实际上我们刚才可能也说过，这个 script code 实际上它完整的所有的这个锁定脚本的一个组装。那么它可以分成2个部分，我们把它称之为，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在由 op_return 这个操作码可以分割开的前面的这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它是它的 code part， 相当于是它的代码部分。那么所有位于 op_return 后面的这些数据，我们都可以叫它 data part， 就相当于是说它的数据部分，相当于我们通过用 op_return 来去把这个合约的一个合约里面它的逻辑部分的代码和它实际上状态部分的数据的代码，通过这样的一个区分的方式把它分成了2个部分。那整体的这个锁定脚本它的长度呢，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 script length 这个长度，这个 script code 实际上这是这2部分的组合。那么我们在第11行的话，那我们就目前这个方法相当于是要去读取刚才说的这个前一个锁定脚本中这个它的状态值。那么这里面我们也同样是用了一个调用的这个系统的一个方法，那就是这个 unpack， 然后从 script code 里面，然后我们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数组的一个 slide。就是我们通过数组，我们可以知道说 ，OK， 我的总体的这个 script length 包含了 data part 和这个code part 2个部分。那么我的 data part 实际上是放在 code part 之后的，所以我要是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数组，我要是想要取后面的 data 的话，那实际上我是从这个 index， 相当于是我从整体的这个
script length 减去这个 data 部分的 length 开始，从这个 index 开始，直到取到最后。那么这样取出来的就是我的所有的data part 的这个部分。然后那取出来以后呢，它默认应该是一个 bytes 类型的就跟 script code 它本身是个 bytes 类型，它做 slides 以后也是一个 bytes 类型的。然后我们通过 unpack 方法把它转成一个 int。那这个 int 呢，相当于就是我们读到的这个合约的上一笔上一个交易里面的状态，它就是 counter 的值。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合约里面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就是增加这个 counter 的计数值。那么我们怎么增加呢？那就是下一行第13行，就是说它是如何来增加的这个合约状态的一个方式。它实际上也比较简单了，就是说根据我们刚才说的整个 script code， 我们把它分成前面的这一部分，就是 script code 从开始一直到除了 data part 之前的这一部分，我们都可以把它认为是这个 code part， 它就是它的代码核心代码部分，然后再把它连接上它后面的一个 data 的部分。那这个 data 的部分呢，实际上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我们在创建新的这个 data 部分的时候，直接把原始的 counter， 这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前一个状态，然后增加1，然后通过 number to bin 这样的一个方式，把它转换成一个 bytes， 然后连接在这个 script code 的这一部分这个代码 code part 后面，然后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锁定脚本。那这个新的锁定脚本呢，就是我们理论上应该是我们当前的这个交易的锁定脚本。然后呢，同样就是说我们来这是锁定脚本的部分。然后呢，我们来 build 它的这个当前交易的 output。那我们通过 util build output， 用这一段锁定脚本加上它的这个要输出的这个值 BSV 的这个个数，我们得到了新的这个 output。那么最后这一步非常关键，就是说我们需要验证什么？我们需要验证说这个 output 经过#256这样的一个操作以后，和我们传进来的这个 preimage 的 hash output 是相等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是说，前面的这个 output #256是我们在合约里面通过合约的这个逻辑所约束出来的，它的这个 output 应该长成什么样，它就是前面这一项值是指的是合约的约束里面，它应该生成这样的一个新的 output。那么真实的在本身这个当前 transaction 中的 output 呢，我们是直接可以从传入的这个 经过校验以后的 preimage 里面得到这个 hash outputs 的。那这样的话，相当于是说，这个是理论的值，这个是交易实践的实际的值。如果这两个值相等，证明了什么？证明了我当前的这个交易的 output 确实是符合我的合约约束的，对吧？我的这个合约的整个的约束逻辑生成的新的这个 output 是这么生成的，并且我传进来的这个交易的原项中的这个 output 的值，也印证了我在这儿验证了和我这个理论上生成的这个值是一致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是说我可以非常确定的说，我当前交易的这个 output 就是完全遵循我这个合约逻辑约束的这样的一个 output。实际上，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于当前交易输出的控制，实际上它就是通过使用 outpush tx 技术，将原项 tx preimage 推到这个作为解锁参数传进来，然后验证这个原项通过以后，然后原项中的各种上下文，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它的交易输入的上下文或者交易输出的上下文甚至是它的交易的 meta 信息的这些上下文，都可以认为是真正的这笔交易的上下文，从而实现了一个在当前交易中去读取当前
交易上下文这样的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方式。那这样的一种技术，实际上它是可以，就是应用在一类这种场景里面的啊，所以它可以解决很多类似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整个合约来说，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整个代码我们也过了一遍啊，比较简单。但是它的核心的思想和核心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可以推广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怎么样去测试或者是去调试这个合约。那么同样的，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合约的这个单元测试的这个代码。这个合约的单元测试呢，我们也大概讲一下这个单元测试代码的这个逻辑吧。就是我们可以在 counter 点 ASCII test 点 JS 里面去看到这个针对这个合约做的单元测试。在这个合约，首先在所有的单元测之前，我们去构造了这样的一个 counter 类通过我们的 scriptlib 这样的导进来的一些帮助方法去构造了这样的一个 counter 类，然后 counter 是它的一个实例。然后这里面呢，就是比如说 counter 点 setDataPart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里是设置这个 counter 的初始化的一个状态初始化的状态我们把它初始化成0，相当于这个合约计数是从0开始的。然后呢，这个新的这个 login script， 实际上我们刚才也说了，在代码里面也可以看到，它是由这个 counter 原始的 code part 加上一个新的状态1，然后组成的一个新的这个锁定脚本。那 tx 相当于是说我们现在构造的当前正在花费的新的这个交易的这个交易，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刚才算出来的这个新的锁定脚本设置到这个新的交易的 output 里面去，然后计算这个交易的 preimage。这个 preimage 就是我们刚才经过上面这几项设置以后，通过这个 get preimage 这个方法去计算出来一个 transaction 的这个原项。这个原项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它是在解锁参数里面所需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是第一个需要的这个交易原项的数据。然后呢，我们可以 set 这个 counter 的这个有一个 tx context 这个 tx context 实际上就是我们需要在 scriptlib 验证的时候需要去把它的这个上下文需要传一些上下文进去，包括这个交易本身，然后花费的这个交易的 input 的这个 index， 然后以及它的这个 input 的satoshi 的个数。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单元测试了。那这个单元测试呢，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还有3个单元测试。那么第一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我们需要验证的是 counter 点 increment 这个方法，应该如果我传的是正确的这个交易的原项数据，对吧？那我可以把这个 preimage 然后包裹在一个正确的这个参数类型里面，然后并且呢，我传进去的是正确的这个输出的这个个数。那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输出个数可能是2222，对吧？那么通过给定这样2个正确的参数，我如果去调用在这个合约的实例上去调用这个 verify 方法的话，那它应该是返回一个为真的值。那么相反，下面有2个错误的实例错误的实例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是说，比如说我第一个参数，假如说我这个算出来的这个 preimage 参数我进行了一个修改比如说我很简单在后面加了一个01，那这样的话意味着相当于是我在解锁的时候传进来的这个 preimage 参数和本身在交易校验的时候这个 preimage 是对不上的。那么这样的话，它理论上应该是在第一步，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步 check preimage 的这个时候就会 fail。所以在这个单元测试里面，如果我给定了这样的一个参数组合的话，它应该是失败的，它的这个校验应该是失败的。同样的，如果我去改了它的这个解锁参数里面的这个 output 的amount 我随便减1，对吧？那么我这个 amount 也不一致了。那同样这个在校验这个方法的时候，它也应该是失败的。那么这个很好理解，就是任何你的输入里面，任何你的解锁脚本有一点变化的话，你的解锁都不会成功这就是我们所要验证的核心的这个逻辑。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里面右键，然后是用 Run Script Test 来运行一下这个测试。那么我们在输出中可以看到 output 输出中可以看到这个3个测试都是通过的，说明 OK 我们的这个实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来展示一下怎么样去在这个快速在测试网上去试验一下。那我们之前上一讲也讲过，我们这个 ASCII 的 IDE 是可以允许直接在 IDE 里通过 UI 来进行测试网上的合约的部署和调用的。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在这个 counter 这个合约里面对它进行一个编译，就是使用 compile to Bitcoin script 这样的一个功能。OK， 然后这个编译成功以后呢，它会有一个输出。输出成功之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 deploy 的这个面板里面refresh 一下 ，OK 就可以看到这个合约了。然后我们首先来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 UI 的这个方式来部署一下这个合约。这个上一次也讲过，这个首先这个部署合约的时候需要指定这个部署合约里面锁定的金额以及一个 state。上一讲中这个 state 实际上是 optional 的，因为我们上一讲部署的是一个无状态合约，那么现在我们部署的是有状态合约，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地方输入它的一个原始状态，比如说这个 bytes 是00，然后 deploy 把这个关掉。OK， 然后 output 中显示我的 deploy 已经成功了。那么在这儿同样我可以看到说已经成功 deploy 的这个交易它有一个状态 OK deployed， 然后点一下 view，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成功 deploy 的交易。OK， 这是在这个 Boston Chain 的 testnet 这个浏览器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 deploy 的交易，那它产生的一个 output 会产生一个新的 output， 这个 output 的脚本，它的这个锁定脚本就是我们刚才 OK 好像有一点网络上的问题，对，它的这个脚本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锁定脚本。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可以通过这个对这个合约这个合约部署以后呢，我们可以来调用这个合约的方法调用方法实际上我们上一讲也讲过。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 call method 的这个 view 里面去调用。那首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合约的状态是一个已经部署了的，然后它的这个初始的这个当前的这个金额，合约里面的这个金额现在是1万，然后它初始状态是00，然后呢，我现在还有一个 public function， 就是我刚才这个我们定义的 increment 这个方法，还有2个参数第一个是 sig hash per image， 就是交易的原像，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交易所要输出的金额。那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交易原像实际上我们已经自动填入了一个值，那我们可以完全不用去手动去算这个交易的原像值，那我们只需要指定一个新的交易输出的金额，比如说9000，然后呢 output 我们需要添加。那在这个代码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在这儿验证的时候，这个地方实际上应该也只有一个 output， 对吧？这个脚本的代码部分加上它的这个状态部分，然后只有这一个 output，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只需要添加一个 stateful output。那这个新的 state 呢，就是说按照我们的逻辑来说，我们应该是01，对吧？0加上1，它的新的状态应该变成01，那么它的新的这个 amount 就应该是变成9000这个就是输出的这个跟我们这儿输出的这个9000是一致的下面的呢就是说它的这个 transaction 的 settings 里面费什么，它会自动相当于是1000是费，然后这时候我们来点一下 call。 OK， 我们看到这个 call increment 方法也成功了，它产生了一个新的交易。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在这个面板里面看到，这个交易成功之后呢，上面的这个状态就会有些变化。
啊，包括这个它的当前这个合约里面的这个金额会变成9000，因为最新的状态啊是这个合约的这个 UTXO 里面的余额就剩下9000了，它的这个状态是当前的这个合约的状态是01。那实际上我们刚才是完成了从0变成01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样的呢，过程我们可以再继续去靠这个方法。那比如说我们靠新改一下，同样的这个我们改了这个 preimage， 然后我们这个改一下这个新的状态，新的状态是2，同样这个状态变成了8000。OK， 点击靠。好，我们第2次靠这个方法也成功了，那么又产生了一笔新的交易啊，这是第1笔靠的交易，这是第2笔靠的交易。这个时候呢，我们又看到合约的整个状态也更新了，它的最新的状态是02，它的这个金额是8000。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2笔交易，我们可以看一下第2笔交易，在链上看一下它的第2笔交易。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链上的第2笔交易，它的前1笔交易刚好它的这个 output 应该是9000个 satoshis， 它的这个新的 output 是8000个 output， 然后它的这个脚本呢，就是实际上是应该除了最后的那个状态是不一致啊，这里面可能我的网络可能有点问题，它的脚本上实际上除了状态这个最终的这个状态 counter 不一致，其他的这个脚本代码应该是一模一样的。这也是说我们为什么说把 code part 和它的这个数据分开啊，那就是说不变的部分就是你的逻辑 code 是不变的，但是你变的部分是你的数据状态啊，这个是变化的。所以我们通过把不变的和变的分开，这样的话只需要每次去更新那个变的状态，我们就得到了新的锁定脚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使这个过程一直下去。OK， 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演示了一个无代码的这样的一个操作过程。那我们当然在 deploy 的这个folder 里面，我们实际上也有一个例子就是说 counter 直接去调用在测试网上去连续发一些交易。那这个代码呢是在这个 deployments 下面的 counter.js 这个文件里面去实现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大概其实它长得跟刚才的这个 test 其实很像，上来去构造了这个 counter 类，然后初始化了实例，然后初始化了它的最初的状态，然后呢这里面这块是相当于是构造了它的这个部署的交易这个相当于这个 funding transaction，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合约部署的这个交易。那实际上就是通过把这个私钥传进来，把这个初始化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 login script 传进来，然后进行签名，然后发送。那接下来呢，就相当于我们进行了这个若干次的连续的调用。那每次调用呢，相当于都是去改变在前一次的这个只是更改了这个 counter 的 data part 的这个状态，相当于在它的这个状态上加1就每一次只是做了这个修改，然后产生新的拼出来新的这个锁定脚本，然后计算一下新的这个，因为它的余额一直是在变的因为要每次交易都要付去一个手续费，所以它新的余额也会在变。然后呢，构造出新的这个解锁的交易，通过这样的一个 create unlocking transaction 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计算它的原项。计算完原项以后呢，直接在这儿调用这个increment 这个方法 preimage 加上 new amount， 然后调用这个合约的方法，并且把它转换成这个锁定脚本，然后设置在这个新的交易，把它新的交易的这个 input 设置为这个解锁脚本，然后最后是 send 的这个新的交易大概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发一次部署，然后连续 n 次调用。那么运行这个的
测试的话，那么我们只需要使用 node deployments counter NJS 运行这个命令，就可以来测试一下这个测试网的这个交易是否是成功的。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实际上它已经是在不断的去发这个交易啊，相当于是一个部署交易，然后有9个连续的 call 的交易，所有的交易都成功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拷贝一下这个最后这个交易的 ID， 然后去这个测试网上，说我们把这个交易的 ID 改一下，看一下这个交易是否是 OK。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交易应该是都已经上链了，因为我看的是最后一个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可以非常确信说，这个合约的这个整个部署和测试啊，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想演示的这个有状态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整个的有状态合约的从开发到单元测试到测试网的部署和调用，提到最后的真正的这个集成这个环节里面的所包含的方方面面吧。好的，那么今天的这些内容啊就这么多吧。那么之后的话就是进入我们的问答环节。OK，然后我看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有一个这朋友问是代码部分听懂了，但是这个具体是干嘛的？对，我们这个刚才讲的这个 counter 合约，实际上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例子。那它的刚才这个需求其实也讲过，就是说我这个需求很简单，就是需要做一个有状态合约的一个演示。那么每次调用这个合约里面这个函数的时候呢，都要去改变这个合约的状态，然后它这个状态是可以通过连续的这个交易的调用去改变它的一个状态。去做这样的一个展示的。那这个合约本身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们想在这里面说明的这个问题或者展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比特币网络上去做这个有状态的合约啊，这是这个合约的它的这个具体是要做什么的。其实它干不了什么实际的有意义的事情，它只是一个 demo， 只是一个用来展示这个概念的一个合约。对，然后前面我看还有朋友问这个这里可以讲一下和以太坊的这个合约的区别是什么？优势主要是在哪？对，和以太坊的这个区别，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很多次啊。实际上还是说关键的区别还是在于这个账户模型和 ETS 模型的这个两者的不同。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以这个数据库中的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吧。那以太坊的合约状态存储，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存储在一个库里面，一张表里面，对吧？那大家如果熟悉数据库的话，那相当于不分库不分表啊，所有的数据都塞在这一张表里面啊。那比特币的呢 ，UTXO 模型呢，类比成数据库的概念呢，它可能就是分库分表的，对吧？你可能就是一个数据库分成好几个子库，然后一张表拆成很多个子表。那这样带来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说，以太坊的这种不分库不分表的这种存储的模式呢，它的优势就是说你的这个应用程序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简单了，就是比如说你写一个CQ 语句啊，一个 CQ 语句进去查询，可能状态什么的都查询出来了啊，比较简单，这个应用程序的逻辑会比较简单。但是它的这个劣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因为你都是存储在一起嘛，在这张表里面，那你在这个表里面一旦有这个读写的话，有写操作的话，肯定就会遇到读写锁啊，那读写锁性能上肯定是会有瓶颈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劣势，就是说一旦你这个在读写的过程中出现了任何的这个错误，因为它只维护了你的这个任意时刻，它只维护了你当前的这个状态。一旦你这个出错以后，你的状态是不可恢复的，那这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旦你有 bug， 那你可能整个的这个表的状态就被你弄乱了，而且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恢复这个状态啊，这是一个对于智能合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缺点，对吧？
那么反观就是我们来看，比特币的这个分库分表的这种模式的话，那它的这个劣势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应用程序写起来的话，逻辑可能会要更加复杂一点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尤其是对于这种聚合型的这种状态来说，你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了。什么是聚合型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现在这个要做投票，对吧？投票你最后可能要每个人可能都可以这个发交易去投出自己的票啊，给候选者。那么你最后在统计这个某个候选人得了多少张票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独立发的这个选票的这个交易嘛，但是你想统计一下这个人最终得了多少票的话，你肯定是要把所有的这些选票都记录上来。那么对于比如说在比特币上，如果我们是用 UTXO 的这种模型去做的话，那么你最后要算出这个总的得票数的话，那这种操作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你要计算一个聚合类型的状态。那这种状态来说这个你的应用程序的逻辑就会复杂一些。对，但是它带来的好处却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因为我所有的这些状态全部都是这个相当于分库分表的，那么我这个并行化程度就可以非常高啊，就是而且不会有这个读写锁的问题啊。同时呢，就是我的这些应用程序最后在这个这个出错，它是不会说你一个状态出错了，整个后面的状态就都错了，因为它是可以有这个很容易去从错误状态中恢复出来。万一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相当于是大家都是独立的，互不影响，一个错了，它不至于影响所有的都会错。那这个是实际上才是真正的我们说的这个比特币的这种 UTXO 模型，相较于以太坊这个账户模型上的优势。那这也是说这个合约在设计上他们俩的最大的一个差别。OK，然后我看看还有，我这边可能还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刚才讲的这个还是回到这个 Outpush TX 的技术，这个原理好像还是不是特别理解，能再说一说它的这个巧妙的地方是在哪？对，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就是刚才讲的这个 Outpush TX，实际上我们把它的这个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这种技术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能够让脚本在这个虚拟机的环境中能够访问到当前 transaction 的这个上下文，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脚本一旦被放入到虚拟机去执行的话，它是没有任何输入输出的啊，那它不可能去访问到任何除了脚本以外的任何信息。但是我们又需要这个当前 transaction 的一些上下文信息，以便我们做这个像刚才说的做这些你合约需要的一些逻辑要做进去。那这个时候，相当于这个需求点才是真正的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种 Push TX 技术，而且它这个名字其实 Push TX 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是把这个 transaction 本身的上下文的信息放到了站上，所以它这个名字其实是跟这个需求是非常相关的。那么把但是我们从这个相当于把这个原项的 transaction 这个原项从解锁脚本传进来以后，但是我们没办法确认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正的是交易的原项，还是说你随便就放了一个假的脚本、假的这个原项的数据进来。那这个时候，所以说它才需要利用这个 Opcheck Sig 这个操作码去检验说你从这个解锁脚本里面传进来的这个数据是正确的。那只有在正确的前提下，这个正确的呢，就是说你必须和我真正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原项是一致的。只有在一致的这个前提下，我才能够大胆的去用你这个传进来的这里面这个数据这样才能达到这个访问当前交易上下文的这样一个目的。一旦说你不一致，那相当于说我不信任你传进来的这个参数，相当于说你传进个参数，我默认应该认为你是可能是错的。只有我验证了说 OK 你确实是正确的确实是正确的数据之后，我才可以去使用你的这个传进来的这个数据。那这个其实就是真正这个 Push TX 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它的这个设计的巧妙之处。
OK，那最后一个问题是，Outpush TX，是不是会增加这个transaction 的大小？一般会有多大？呃，对，这个 Outpush TX 技术呢，实际上，如果我们在这个合约里面去用到这个技术的话，那它增大这个交易体积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 Ascript 实现了这个 Outpush TX 这个技术，然后就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用一个包装好、封装好的这样的一个 TX check per image 这样的一个函数去封装了整个这个 Output TX 的技术实现。那这个实现本身可能会增加这个交易的大小，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大概可能是2K 字节左右吧。当然，这个是一个没有优化的这个版本，我们之后的话肯定会有一个优化的版本出来，肯定会比这个更小。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如果你使用了 Output TX 技术的话，你的交易增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解锁脚本里面传进来了这个交易的原项。那这个原项中，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 preimage 里面实际上大部分字段应该都是固定大小的，除了一个字段应该是说这个你的前一个这个TX 的这个锁定脚本就是说你这个当前要去检查的这个输入的前一个它所使用的这个前一个 UTXO 的这个锁定脚本，这个脚本是依赖于你的合约的复杂程度的。如果是你的合约比较复杂的话，那这块的锁定脚本就肯定会比较大，那相当于这个 preimage 就会比较大。那如果说你的合约比较简单的话，那这个就会比较小。所以总体来说，如果是 Outpush TX 使用了这种